嗨，大家好，歡迎回到頻道，我是 WiFi。咱們今天這期視頻的主題呢是為什麼我現在只買比特幣而並不買 ADA。那我們這期視頻呢會通過幾個方面去跟大家去講啊。首先，我們來聊聊看分散投資對於投資加密貨幣的來說是到底有多麼的重要。那第二個呢主題呢是我們來看一看短期之內啊，在近期這段時間內，比特幣、ETH 和 Cardano ADA 的走勢到底是如何的。然後呢，我们会说说看为什么我现在只买比特币而不買 Cardano ADA 了。那這期視頻全是乾貨。那我們在開啟視頻之前呢，大家不要忘了點讚和關注我頻道，也不忘了打開小鈴鐺關注我之後的視頻。那麼廢話不多說，這麼就直接開始吧。因為這段時間啊，我沒有去出視頻，沒有跟大家去追蹤加密貨幣或者股票了哈。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其實加密貨幣整體的情況是怎麼說呢？穩如老狗啊，就有點那種死水一片的感覺。當然，除了昨天晚上突然的異動以外，我們之後會去聊哈。但是呢，我們反觀股市方面，從今年開始吧 ，Year to date，VOO 的漲幅呢，現在顯示的是11.66，而Nasdaq QQQ 的漲幅呢高達16.8，那得益於芯片股啊、儲存股啊這些高成長的股票的集體性的暴動吧。那除了咱們的指數以外呢，我們來看看個股，對吧？非常顯著的個股呢，就是其中一只我持有的長期股票 AMD， 它在今年的漲幅呢就高達126%，也就是說翻了1倍以上了啊。那我們再看看 MU， 那更是誇張啊，它的漲幅呢是高達了229%。再有就是 SanDisk 啊，它的漲幅呢有584%，crazy， 对不对？非常的瘋狂。我們再反觀一下黃金啊，在去年被大家一度炒得非常高的黃金，在今年的收益是如何的呢？是0.72啊，也就是說，從今年年初開始到現在為止啊，黃金幾乎是沒有任何變動的。除了黃金，我們再看看比特幣。在我錄視頻為止哈，比特幣的 year to date， 也就是今年的漲幅，它的漲幅是多少呢？是負的27%，是不是非常的誇張？一邊漲得非常的好，股市那邊啊，但是風生水起的；一邊黃金是穩如老狗，然後一邊比特幣這邊呢，卻是持續在下跌的啊。不光是比特幣了，我們看看 ETH year to date 呢，更加的糟糕啊，達到了負的37.7%了啊。再看看 Cardano ADA， 達到了讓人真的是非常痛苦的50%。那你年初的時候，你擁有多少 Cardano 的資金啊？到現在為止呢，已經減半了。那除了 Cardano， 其他的 altcoin 也就是山寨幣呢，其實大家表現都是如此啊。Solana 也有41%，已經算是非常好的了。在這裡我沒有列舉其他的大家比較熟悉的主流幣，比如說 Chainlink 也好 ，XRP 也好 ，Avalanche、Sui， 對吧？這些幣種其實它們的跌幅是非常大的 ，crazy 啊。所以說，當我們對比了所有的 assets 以外了以後呢，我們會發現是分散投資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一開始是在重倉加密貨幣的咱們的觀眾朋友們也好啊，或者是投資人也好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 multi asset classes 啊。這也就是為什麼呀，我在我這個頻道可能剛開這個頻道不久吧，可能1個月之內，我就給大家去公布了一下我的這個持倉比例，包括股票的持倉比例。加密貨幣的持倉比例，包括我的現金倉位的持倉比例，就是想要跟大家去慢慢的去展示我是如何去，至少是我是如何去管理我的資產，如何去分散我的投資的不同的標的，使我的風險能夠降得比較低的哈。那如果說你有股票也好，對吧？有加密貨幣也好，有黃金也好，有現金也好，只要你但凡擁有了股票，不管你加密貨幣在這一整年表現多麼的萎靡，多麼的糟糕，多麼讓你心煩意躁，其實在股票那邊的上漲多少都能幫你彌補很大一部分的這種漲幅哈。那如果你的股票倉位是非常高的，而加密貨幣的倉位是非常低的話呢，其實你
依然是睡得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安稳的。你不会因为加密貨币一直涨不起来，隔壁呢风生水起而睡不着觉，对吧？你也不会做出那种忍痛、那种割爱、那种割肉的行为，去被迫去进入到美股的市场，去炒美股来赚取你的加密貨币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跌幅哈。但是对于我所有关注我的加密貨幣的，或者说投資了加密貨幣，或者說你想玩加密貨幣的朋友們來說，如果你僅只有加密貨幣的持倉的話，這一整年的時間，至少到現在為止啊，快9月份了，非常非常抱歉告訴你，你應該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退圈，有沒有退出投資，有沒有甚至連什麼股市也好、黃金也好、加密貨幣也好，完全就不再去關注了的。如果說是那些持續在關注或者持續在 DCA 的朋友們來說，你們的心情一定沒有你有分散投資在不同的 asset classes 的人來說要好得多，好吧？所以說我在這裡呢，再次跟大家去強調一點關於分散投資的重要性。分散投資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我也是在這個頻道裡一直跟大家去分享以及推薦的一種投資策略。分散投資應該是伴隨我們一生的，只要你一天在投資，你就需要做到分散投資這一點哈。那具體如何分散，你的持倉比例到底是如何的，這些呢，其實應該是因人而異的啊。對於我來說呢，可能就是兩邊一半一半也就 OK 了啊，再包括一些現金倉位就好了。所以說還是那句話啊，每個人的風險承受能力不一樣，每個人的背景不一樣，所以大家呢應該根據自己的背景吧，自己的承受能力來進行合理的這種持倉的分配。但是無論是如何，分散投資，OK。那好了，那麼講完了第一個 subject 以後呢，我們來講講第二個 subject， 第二個主題呢，就是我們來看看加密貨幣短期可能的走勢到底會是如何的啊。那屏幕中我們顯示的是當前比特幣的價格。哎 ，wait a minute，really 啊，比特幣竟然快到7萬美金了嗎 ？What？ 啊，開個玩笑，其實昨天晚上我睡覺之前呢，我就已經看到了比特幣和 ETH， 包括整個加密貨幣把 Altcoin 山寨幣的這種異動啊。那這些個呢，我們可以改期視頻去聊。但現在比特幣價格已經接近7萬美金了。那我們來看看比特幣在近期的這個整體表現吧。在2026年的2月份的時候，比特幣的價格是6萬整，我們可以大概就這麼說哈。那最低的一度呢，在6月份的時候呢，達到了5萬8千美金。所以說，在不管在中間是如何去上漲下調啊，它其實比特幣是在一個區間內啊，是在盤整的哈。也就是說，在過去這6個月的時間裡，比特幣的價格是沒有任何變化的，不包括昨天，好吧？如果說從2月份開始你就投資比特幣在 DCA 的話，整個6個月你是沒有任何的收益的哈。那我們來看看它的歷史吧。歷史呢，其實每當比特幣走出一個短期的熊市走勢的時候，並且比特幣的價格已經達到這個藍色的這條實線，也就是200均線的位置的時候呢，那都是形成了一個由熊轉牛，或者是重新走回牛市的一個分界線。具體多長，每個週期都不一樣。我們來看一下2019年，比特幣呢，從2018年的11月份到2019年的4月份6月的時間，比特幣就重新走牛了，走出的是一個小牛市。等到2020年的 COVID 的時候呢，有一個快速的下跌，但是有個快速的反彈，所以可以看到是19年和20年兩次比特幣都觸及了這個藍色的200均線，但是他們所走出的形態呢是不一樣的哈，一個經歷了6個月，一個可能經歷了連1個月都不到。等到我們上一個週期大家都熟知的2022年的熊市的時候呢，比特幣其實是走出了一個非常長的一個低於200藍色這200均線的一個情況哈。我們從2022年的6月份就能看到的是，一直到2023年的3月份啊，接近快1年的時間，哪怕到了2023年的10月份啊，1年半了接近。其實比特幣呢一直在這個藍色的這條實線200均線的位置呢，一直在上下的浮動中。也就是說，這3次觸及藍色均線呢的時間，比特幣在這藍色200均線左右的位置上下浮動的時間是不一樣的，長度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們能看到的是，在從過去的這3次裡，比特幣只要但凡到達了200均線這個位置，那比特幣不管經歷了多長時間，都會走入下次牛市。
所以我們再看一看這次啊稍微拉大一點，可以看到是比特幣已經在這個200均線的位置已經達到了6個月的時間了。在6個月的時間裡，你不管是如何去 DCA， 一定对於比特幣長期來看，你一定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投資的價格的買點啊。所以說，對於在過去這半年大家在持續 DCA 的人來說的話，那比特幣在這一段時間裡的 DCA 一定給你未來的收益呢是達到了最大化的那一個程度吧。啊，那我們也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哈。比特幣達到，或者是重新轉牛，走出下一波牛市，創出新高来說，都是指日可待的了哈。那這個是比特幣啊短期內的走勢啊。我们這期視頻呢，不再去聊 ETH、Cardano、ADA 或者其他的哈，我們就僅只聊關於比特幣，從這個整體加密貨幣的角度來看一下，其實加密貨幣短期可能走勢到底會是如何的。只要比特幣漲了，我們一切的希望都會有了，對吧？啊。那好了，那這個主題呢，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我們來講講看，為什麼我在這段時間裡，在沒有跟大家出視頻的這段時間裡，我僅只買了比特幣，而並沒有買 Cardano、ADA 呢？我相信這也是大家很多人聽了我像這樣的說法以後，非常想要去了解的是，我一個從做 Cardano、ADA 來出來的博主，為什麼在 Cardano 進入到了新低的時候，現在連20美分都不到的時候，竟然沒有 all in， 竟然沒有去重倉加倉 Cardano、ADA 哈？難道我真的去喪失了希望？難道 Cardano 的未來真的就不好了嗎？哎，我們來仔細來說一下。我先來給大家去看一眼我在過去這段時間裡的過去3個月時間裡對於比特幣的加倉情況哈。從5月23號比特幣達到73000美金開始呢，我就已經開始逐步在 DCA 了哈。73000、70000、69000、67000、62000、63000，一直到最近的一次买入吧，是比特幣58000美金的時候，我都有持續的在買入比特幣，而每次買入比特幣呢，從0.05個到0.1個不等吧。那有在我社群的朋友们能夠看到我所有的比特幣的買入操作和倉位。這麼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是在不管股市那邊炒的有多麼好，我也不管我在那邊的股市的情況到底漲幅是多麼好，我並沒有把我所有的資金都全部砸入到股市那邊啊，我還是分出了很大一部分的資金去買入這些潛在水裡的市場已經完全不去關注的、不去討論的，全部被那些被 AI 或者是那些 AI 炒的話題炒得非常高的那個被他們拋棄的那些投資標的啊，這裡呢就是比特幣啊。其實這也是側面反映到了是不分散投資的一個意義啊，永遠不要把你的所有的資金投資在一個位置，不管這個位置現在炒是多麼的熱，它未來的這個漲幅會有多麼的高啊。你永遠要選擇的是你認為的當前的更好的、更穩的，並且投資回報率在當時你投資的這一刻，它的收益可能最大化的那一個資產啊。所以比特幣是我選擇的那個資產啊。當然，並不僅只買了比特幣，就可以看到是在 Cardano 在16分的時候左右上下的時候，我其實是買入了2萬個 ADA 的。那我這個在我的社群裡，我也實時的有跟大家去公布，僅買了2萬個 ADA。那很多人會問說，2萬個 ADA 相比於你買比特幣這個倉位來說，真的是9牛1毛哈。那你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聊說，當 ADA 跌到25美分以下的時候，你會全倉，你會重倉，你會 all in ADA 哈。你為什麼不去做了？你真的就對 ADA 喪失希望了嗎？那答案是不是的哈？我依然對 Cardano， 依然對 ADA 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哈。ADA 的基本面沒有發生任何的改變，我們可以單獨出一期視頻。跟大家去聊看看 ADA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哪些有好的地方，哪些不好的地方，哪些是 negative 的，哪些是 positive 的。但是總體而言 ，Cardano 愛達幣它的基礎方面是沒有發生任何的下降的，反而對我而言啊，我認為它的 fundamental 來說是可能是在逐步加強的。那這一點呢，我們可以在之後的視頻再聊啊。那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去買 ADA 呢？那在這裡呢，最核心的一個原因就是你的 risk reward， 也就是你的風險收益比哈。那這裡跟大家去比較一下，一個是 Cardano 跌到了上個週期的更低的地方，最低達到了15、14美分哈。
一個是比特幣在最近的時間裡也再一次的跌到了在上一個周期的這個最高點$69,000之下啊。兩個標的，一邊是比上個周期下降了，一邊是比上個周期的最低點還要低。两個同樣的標的都在下邊，都在水下漂着，你會選擇哪個？你会選擇哪個進行重倉？比特幣還是 Cardano？ 那對於我來說，因為我之前我絕大部分的持倉，我的加密貨幣裡的持倉比例的絕大部分都是 Cardano A 的，而我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跟大家去聊的就是我如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在比特幣进入到这个熊市的这段时间里，我会如何去加仓比特币，去把我的资产的比例呢能夠平衡一下。那我也就是這麼去做的哈。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是我最近這段時間裡，我不停的在加倉比特幣，就是為了想抬高比特幣在我整體加密持倉比例的一個比例，使得比特幣、ETH 和 Cardano A 的這三大持倉的比例呢能有所均衡。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沒有加倉 A 的最主要的原因。那第二個主要原因就是能承受的風險到底會是如何的。Cardano 聊到 Cardano， 大家會想到是5倍、10倍，甚至更高啊，20倍、30倍以後的收益。那比特幣現在的持倉的收益呢，可能僅僅只有在未來2-3年以外吧，以後可能只有2倍甚至3倍的比例。那為什麼不選擇 ADA 的20倍、30倍，而選擇3倍呢？那原因呢，是因為我需要一部分的資金呢，我是能夠 fully control 的。我認為比特幣在6萬左右這個價格呢，它的風險是極低的，在未來達到2倍、達到3倍收益的這種可能性呢，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認為是100%了，幾乎接近100%了。但你對於 ADA 來說，不得不說，它的風險是遠遠要高於比特幣的。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我們在選擇投資不同的這個幣種的時候呢，一定要去衡量一下你擁有的這些資產裡的風險到底是如何的，你如何去平衡你現在的這個風險哈。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現在呢只買了比特幣，那不買 ADA 了。那既然我們引出了這樣的話題呢，我就不得不跟大家去聊聊看，我未來還會不會去買 ADA，還會不會買比特幣哈。那在我認為的在這個短期的時間裡吧，我應該還是只會買比特幣的。只要比特幣的價格在7萬美金之下，我還是會小量的去買入比特幣。那 ADA 什麼時候會去買入呢？如果說比特幣的價格達到了上一輪的新高，也就是接近12萬美金的時候，而 ADA 的價格還是在25美分、30美分的位置的話，那我將會停止買入比特幣，而買入 ADA。那具體的原因大家自己去心裡去衡量一下，好吧？那好了，那我們今天這期視頻呢，主要是 cover 了3個的主題哈。第一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分散投資啊。分散投資對於我們投資加密貨幣的朋友們和觀眾朋友們來說的影響是多麼的大。第二點，我們簡單看了一下吧，比特幣現在短期可能的走勢，在過去這段時間裡和未來一段時間裡可能的走勢哈。那第3點，也就是我講了一下為什麼我只買了比特幣而並沒有去買 ADA 的主要原因哈。我認為這期視頻的乾貨是滿滿的。如果這期視頻對你們有用的話哈，一定不要忘了點讚和關注我的頻道，也不要忘了打開小鈴鐺關注我之後的視頻。那我也非常歡迎大家加入我的社群來關注我的實時買入動態。我的每一筆的公開賬戶的買入動態或者賣出動態呢，我都會實時的跟大家去公布哈。那好了，那我們這期視頻呢就到這裡啊，廢話也就不多說了哈。那我們改期視頻再去聊加密貨幣吧。